女人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发现2个男人正在热吻。让她崩溃的是，其中一个竟是自己的老公。美笑是一名高中老师，嫁给设计师优生后，经常收到老公送的礼物，她觉得这是爱的表现。这天美笑参加大学同学聚会，大家都羡慕她，嫁了个又帅又温柔的男人。正沉浸在恭维声中时，曾经的闺蜜珍惜出现了，这让美笑有点尴尬，因为珍惜曾劝过她别和优生在一起，但恋爱脑的美笑没当回事。后来珍惜换了号码，2人就断了联系。聚会结束后，珍惜严肃地问美笑过得是否幸福。她曾质疑过2人的交往，你们交往1年了还没同房，是不是他不太重视你？美笑回应说没关系，自己很幸福。珍惜欲言又止，留下联系方式就匆匆离开了。回到家的美笑看着熟睡的丈夫，满眼都是爱意，但她不知道，就在她回来前1秒，优生还在看书，只是知道美笑回来后，才假装睡着了，留下美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。第2天，班上女生因怀孕向美笑求助，回到家，美笑把这事跟优生说了说。正当她借题发挥，说被爱就应该释放欲望时，优生已经开始战术性擦头发，她赶紧打断美笑的话，然后顺理成章的给了个晚安吻，就回房间了。但美笑还不死心，主动凑上去，却被优生一把按住。忍无可忍的美笑终于发问，优生没办法，只好说等后天结婚纪念日，咱俩再像普通夫妻那样好好亲热一次。美笑这才心满意足的放过他。这事儿真是离谱。时间很快到了结婚纪念日，美笑提醒优生早点回来。到了晚上，美笑早早换上红色连衣裙，不时在镜子前打量自己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可随着门外传来声响，美笑竟发现了丈夫的惊天秘密。女人发现丈夫和别的男人接吻，她本想装作不知道，但丈夫却摊牌了。美笑只能用优生喝醉了才会犯错来安慰自己，可优生却说他很清醒。美笑不明白丈夫为啥这样。优生，你是讨厌我了吗？更讽刺的是，她竟在结婚纪念日发现这一切。照这情况看，夫妻估计做不成了。优生希望美笑考虑离婚，但美笑不同意。第2天上班，美笑总是心不在焉，嘴上说不离婚，但以后怎么面对优生成了问题。路上遇到以前的学生周平，他当年为追梦想学美术，放弃了学医。美笑当时很理解周平，周平也没忘了这位贴心的老师。3年没见，周平还是老样子，说话直来直去。当年周平曾向美笑表白，因为美笑总说别勉强自己，这句话让周平有勇气表达感情。聊天时，周平提到美笑的老公优生，说2人都是小心翼翼的性格。后知后觉的美笑这才知道周平就是丈夫的情人。看到周平自然的和优生打招呼，美笑崩溃了。短短2天，她感觉天都要塌了。她接受不了丈夫的情人竟然是喜欢自己的学生周平，但优生却毫不知情，还找到周平质问，周平却大方承认自己喜欢美笑，也喜欢优生。这事儿太离谱了。受不了的美笑决定离家出走，但只在闺蜜那儿待了一会儿，就自己回家了。优生还在为妻子离开而难过，看到拎包回家的美笑，立马上前献殷勤。美笑回来只是想在做决定前和丈夫坦诚沟通一次。她问丈夫是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结婚。优生毫不犹豫地摇头。没想到美笑听完竟开始道歉，还说即使这样她还是喜欢优生。得到原谅的优生立马当着美笑的面给周平打电话提出分手。接到电话的周平一脸懵，接下来是美笑期待已久的亲密时刻，但她不知道的是，此刻优生脑海里不时闪现的却是周平的身影。好不容易熬过失眠的夜晚，一切看似回归了正轨，但周平哪会轻易放弃。他不停联系优生要求见面，无奈之下，优生找到周平，打算做个最后的了断。可谁知周平的吻像有魔力，优生像木偶一样被周平牵着进了酒店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幕被熟人看到，还拍了照片发给了美笑。美笑看到照片后很失望。第2天上班，她又开始心不在焉。下班后，她根据照片里的场景找到了优生和周平开房的酒店，在那里遇到了周平。美笑请求周平别再纠缠优生，但周平说只要美笑觉得幸福，他就不和优生见面。另一边，美笑的同事三角老师找到优生，原来他之前看到优生和周平在一起，三角不想看到美笑受伤，所以想找优生聊聊。得知夫妻俩已经谈过这事，三角才放心。回到家的美笑又开始上网搜索了丈夫是同性恋的新闻，看到一段视频里丈夫自杀的结局，美笑想起自己联系不上优生，担心他会不会自杀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又找到周平，询问优生的下落。可周平也不知道优生在哪里。2人一路寻找，终于在一座天桥边发现了优生。美笑赶紧上前拉住他，劝他别寻死，但优生说他不是想寻死，只是想消失。要不咱们3人一起住吧。女人为了监督出轨的丈夫，把第3者带回家里同住，美其名曰是想让大家一起幸福，其实是因为不想失去丈夫。但美笑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周平不是正常人，他不仅双性恋，还同时喜欢他们夫妇。美笑的提议让周平喜出望外，也让优生感动得痛哭流涕。但从他颤抖的手可以看出，美笑内心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平静，这行为简直是在作死边缘疯狂试探。就这样，周平堂而皇之住进了美笑家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美笑开始恍惚起来。大早上看到2个男人给自己做早餐，眼中满是滤镜。她找闺蜜谈心，问她是何时发现优生同性取向的。闺蜜说自己从一开始就觉得对方很奇怪，所以当时劝他们分手。
只是没直接说原因。听说美笑和两人住在一起，闺蜜一脸懵，还画了个三角形，指出他们这种关系不对等。晚上回家后，美笑叫周平去卧室休息，但周平刚要进卧室拿东西，又被美笑拦住了。可能他最后的理智告诉他，这样做不合适。最后夫妻俩商量分房睡，把旁边的杂物间收拾出来，变成美笑的房间。这样一来，三人的关系就像一个稳定的等边三角形。就在美笑觉得日子能安稳下来时，又收到了神秘人的照片。闺蜜劝她报警，但美笑怕破坏现有的生活。正当他们不知所措时，闺蜜的室友大地回来了，还带回了美笑最爱的香菜。因为优生不吃香菜，美笑已经很久没吃过了。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，闺蜜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。另一边，周平在优生的介绍下去了一个漫画工作室，结果碰到了前女友美旭。美旭本来就接受不了周平同时交往多人的习惯，没想到现在居然还玩起了三人同居。他批评周平生活太混乱。与此同时，吃饱喝足的美笑在大地的护送下回家了。两人分别时的欢声笑语引起了优生的注意。等美笑到家后，优生关心地问大地是谁。感受到优生吃醋，美笑赶紧解释，可当他想再说时，却被优生拒绝了。就这样，在同一屋檐下，三人各自在自己的空间里徘徊。美笑隔着墙怀念优生的体温，优生呆坐在床前想着周平，周平则对着蜡烛看着两人的画像若有所思。第二天，美笑先起床，本想帮周平盖好被子，不料对方却把她拉入怀中亲吻，而美笑不仅没拒绝，反而沉沦其中不可自拔。来到洗手间的美笑不断安慰自己，对方只是睡迷糊了，可这一切其实都是周平故意为之。第二天，美笑又收到了神秘人送的惊喜大礼包，对方把一份3年前的学生会新闻放在他桌上，还特地圈出了周平。回到家的美笑把这事告诉了优生他们，周平觉得一定是学校里的人干的。优生也想起之前三角老师找他谈话的事，得知这一切的美笑找到三角老师，质问了对方。三角老师坦然承认都是他做的。作为过来人，他深知丈夫出轨对女人的伤害，他劝美笑别再执迷不悟，因为美笑现在做的事只会让对方更痛苦。这话一出，美笑顿时愣在当场。回到家后，美笑和优生进行了深入交流，彼此都希望对方幸福，但优生对美笑就是提不起兴趣。郁闷的美笑又来到闺蜜家，室友大地使出浑身解数逗她开心，欢乐的氛围弥漫在三人之间。然而就在美笑准备离开时，大地突然拉住她的手，正当她的脸靠近美笑时，却被美笑一把推开。美笑拒绝了大地的告白，而此时闺蜜却给优生打了电话，把室友大地向美笑表白的事告诉了她，还问优生能不能放过美笑。隔天，优生找到大地，确认对方真心喜欢美笑后，优生似乎做出了某种决定，然后平静地离开了。晚上，优生收到美笑快到家的信息后，就急匆匆地跑回家扑倒了周平。这一幕全被美笑看在眼里，她转身出了门，来到天台想了许久，终于做出了决定。转眼就到了圣诞节，三人围坐在餐桌前互送礼物。周平送的是一幅画，画里2只独立的花相互依偎，但不同的花朵似乎暗示着什么。接着夫妻俩开始互送礼物，拆开包装精美的礼盒后，里面竟是离婚申请书。普通父母发现子女是同性恋会怎么做？优生的父亲选择不断调整教育方式，但事实证明他失败了。本想过来催生，不料却扯下了儿子的遮羞布。为了保护美笑不受伤害，优生坦然承认自己是同性恋，美笑则替丈夫抱不平。正是因为优生父亲的强势，优生才不断压抑自己，最终和他结婚。面对儿子和媳妇的指责，优生父亲愤然离去，母亲心疼地安慰了儿子，也跟着离开了。优生感谢美笑的鼓励，要知道不久前，两人还互相送了对方一份离婚申请书。因为美笑实在接受不了周平的恋爱观，本来打算年后就结束三人同居的，没想到优生的父母突然来了。现在好了，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终于说出来了。优生感觉心里的包袱终于卸下了。美笑找闺蜜聊天，感叹周平可以同时喜欢好几个人，闺蜜却说喜欢不是爱，爱一个人的时候，眼里是容不下别人的，就像自己其实一直喜欢美笑，有时忍不住想碰碰她，但知道美笑接受不了，所以一直把这份感情藏在心里。好家伙，原来美笑才是万人迷啊！丈夫喜欢她，学生喜欢她，闺蜜室友也喜欢她，最后连闺蜜也喜欢她，这事儿太离谱了。美笑说她也喜欢大家，只是喜欢的类型不一样而已。闺蜜听完笑了笑，说这听起来像极了渣男的借口。新年来临，美笑突然说自己找到了一种不用压抑，大家一起相处的好方法，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，总结下来就是我全都要。她拿出大地给她拍的照片，照片拍得很美。美笑承认自己对大地有点心动，但她对优生的感情不会变，她会用另一种方式喜欢大地。这事儿太离谱了。美笑和优生最终还是递交了离婚申请，为了构建新型关系，他们必须先离婚。这把周平感动哭了，努力了那么久，最后还是他捡了个便宜。这部狗血剧到这也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喽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毁三观神剧《后宫婚》。女主小春一直渴望甜蜜爱情，可惜她总遇到隐瞒家事的已婚男。这天小春又一次感情受挫，谁知祸不单行，爸爸生病的消息传来，小春赶紧回乡探望，结果刚进医院就被一个怪男人阿龙盯上，对方一副认识他的样子，一上来就哭着抱他。
吓得小春急忙逃跑。此时他没心思琢磨对方身份，只想确认爸爸安危。好在爸爸病情稳定了，但医院高额账单让家里负债累累，而且爸爸经营多年的咖啡店也因资金不足面临关门。小春不想承载童年回忆的咖啡店倒闭，决定接手爸爸事业。没想到第一个客人就是阿龙。阿龙看到小春，泪流满面诉说12年思念。这一系列举动让小春摸不着头脑，他根本不记得12年前见过这怪男人，把对方当成了疯子。更离谱的还在后面。阿龙打听到小春因欠债继承家业，带着1000万现金和2位美女上门，介绍他们是他的大老婆柚子和二老婆小圆。他打算预支30年咖啡钱为小春还债，同时请求他成为第3任妻子。这一计划首先遭到柚子和小圆反对，紧接着小春也果断拒绝。对于阿龙能拥有2位夫人，小春充满疑惑。调查后才知道，家乡为提高出生率，推出了后宫婚政策，允许男性拥有多名配偶。看得小春大跌眼镜。这时他突然想到，阿龙说1000万是咖啡钱，是否意味着他做满30年咖啡，不嫁人也能得到这笔钱？想到这里，小春有些动心。隔天偶遇阿龙时，小春小心确认对方想法。阿龙一脸认真表示真想娶小春，出于爱慕想替他还债。说罢，毫不犹豫将1000万现金交给小春。小春赶紧将这好消息告诉妈妈，才知道家里欠债高达3000万。阿龙听说后，二话不说卖掉房子为小春凑钱，带着一家人搬到破旧房屋。一旁的小圆和柚子对阿龙送钱的操作十分恼火，不过阿龙决定的是一向说一不二，两人抱怨几句后也没深究。阿龙毫无怨言的赠与令小春过意不去，小圆和柚子的抱怨更让他愧疚。为报答这份恩情，小春咬牙答应成为阿龙第3任妻子。做出这决定后，小春和爸妈关系急转直下，爸爸甚至没出席私人婚礼。好在这场婚姻没那么糟，小圆和柚子态度虽冷漠但人不坏，阿龙也没区别对待。再三声明，即使小春是新人也会给他相同爱护。小春心头一直有道坎，因为他对阿龙没动心，始终无法和对方成为真正夫妻。阿龙并没强求，而是一步步用温柔软化小春。经过一段时间相处，小春一点点卸下心防。在对方引导下，他终于记起12年前和阿龙的相遇，这才意识到对方那句多年前就喜欢他的话不是谎言。这一刻，一份暧昧情愫在他心里悄悄酝酿。小春逐渐接受阿龙的同时，慢慢适应了和对方另2位妻子共处的生活。阿龙大老婆柚子看似毒舌，实际上刀子嘴豆腐心。二夫人小圆外冷内热，表面上对小春加入十分介意，但每次小春遇到难题都会帮忙。两人发现小春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，为与爸爸之间糟糕关系犯愁，主动出面帮小春排忧解难，苦口婆心说服爸爸接受女儿这段不寻常婚姻。眼看和家人关系重回温馨，小春嫁入这家以来一直忐忑的心终于安定。没注意到这4口之家有一道不起眼裂痕在扩散。这天是小春生日，阿龙特意腾出时间单独陪她逛街。小春享受难得2人世界，倍感甜蜜，和阿龙像普通情侣一样吃饭逛街，心中升起前所未有的幸福感。但他心里清楚，阿龙并不属于他一个人。他们还和柚子小圆约定晚上一起在家庆祝。想到这里，小春脸色瞬间暗淡。眼看天色渐晚，小春急忙催促阿龙回家。阿龙看出小春脸上不舍，毫不犹豫撕掉回程车票，将小春带到酒店彻夜缠绵，一口一个你才是我最爱的人，完全将与其他夫人约定和说过的一视同仁抛到脑后。可怜小圆和柚子一直在家无谓苦等，性格大大咧咧的柚子倒没太在意。不过小圆心情复杂很多，她和阿龙相遇前过着黑暗人生，只能靠特殊交易勉强维持生活。阿龙出现给她带来了希望，可惜那段糟糕经历让小圆失去生育能力，这促使占有欲强烈的她担心抵不上对方另2任妻子，经常用阿龙的爱是平等这句话安慰自己。这一次阿龙偏心打破小圆心中微妙平衡，在自卑和失望等负面情绪作用下，选择离开这个家。小春和柚子发现好姐妹失踪后心急如焚，阿龙反倒十分平静，对这情况发生似乎早有准备，认为放小圆自由才是最好处理方法。小春对阿龙不负责任行为十分恼火，找到小圆后硬逼阿龙跟他们一起去劝小圆回家，无奈小圆铁了心要走，说什么也不听，退出了这段必须和别人分享丈夫的婚姻。小圆离去为这家笼罩上一层阴影。好在这时一桩喜事稍微冲淡家中阴郁气氛，柚子怀孕了。和阿龙欣喜不同，柚子本人知道这消息后显得心事重重。小春敏锐察觉到这一点，劝阿龙多多关心柚子。阿龙见小春这么在意柚子情况，索性将柚子过去说了出来。在和阿龙结婚前，柚子有一位名叫大乔的男友，他曾梦想和大乔携手一生，可惜大乔整日游手好闲，完全靠不住。最终柚子选择了事业有成作曲家阿龙。
不过难忘旧情的他依然和大乔保持联络。阿龙认为柚子之所以有些反常，是因为担心怀上大乔孩子。说这一切时，阿龙一脸风轻云淡，表示自己可以拥有多个伴侣，妻子们在外寻欢也是理所应当，即使孩子是大乔的他也会视如己出。这一惊人内幕听得小春目瞪口呆，还莫等他消化完这些信息，大乔主动找上门询问柚子下落，两人这才发现柚子突然断开所有联系。正如阿龙猜想那样，柚子突然离开是担心孩子是大乔的。此刻拿不定主意的他找小袁说起自己烦恼，在参考了对方意见后，决定一个人将孩子生下来。想通以后，柚子回家收拾行李，向众人说出了自己打算。阿龙态度和小袁走时一样，认为离开是妻子们自由，没有阻拦。小春眼看阿龙派不上用场，急忙搬出自己精心准备婴儿床，坚定表示即使没有血缘关系，他和阿龙也会把孩子当作自己血脉对待。他真诚态度最终打动柚子，决定带着腹中孩子留在这个家。一段时间后，柚子诞下一个男孩，起名为小林。伴随着小林一天天长大，一家4口生活逐渐安稳。唯一遗憾是小春始终怀不上孩子。就在这时，意外降临。之前推行后公婚政策因遭大量反对宣布取消，这意味着法律意义上的一夫多妻制家庭不复存在。一直对阿龙念念不忘的小袁，觉得这是自己重新霸占对方的绝好机会，逐步开展自己重新追爱的3步计划。第一步，以秘书身份回到阿龙身边，重新燃起爱人对自己的情谊。第二步，私会小春抱怨对方不仅生不出孩子，一旦后宫婚事情暴露，会害身为知名作曲家阿龙遭受舆论攻击，劝对方主动离开。第三步则是收集大乔和小林用过的东西，验证他们父子关系，促使柚子因愧疚和阿龙分开。可惜计划出现意外，当他找机会接近小林时，对方误将他当成柚子，喊了一句妈妈。这声呼唤瞬间激起小袁母性，想到无法生育的自己，只要回归这家庭就能无痛当妈，心中那份和众人一起生活的渴望重新涌现。此时的小春却逐渐萌生退意，迟迟怀不上孩子一直是他的心病。被小袁这么一说，更加觉得自己存在只会给阿龙带来麻烦。思虑良久后，向阿龙提出离婚。这下阿龙坐不住了，他嘴上说对3名妻子无差别对待，实则最爱只有自己10几年前就一直念念不忘的小春，说什么也不肯放对方离开。奈何小春态度坚决，留下最后一夜温柔后，毅然决然走出家门。柚子得知这情况，亲自出妈，带着已经回心转意的小袁上门向小春道歉，表示即使后宫婚政策不复存在，也不妨碍他们一起生活。小春一开始还很犹豫，直到发现自己有了身孕，心理顾虑才彻底消除。在柚子和小袁陪伴下，决定回归，和家人们一起期待着腹中心生命降临人间的幸福时刻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部剧再见喽。男人轻抚着女人的脸蛋，手指在她嘴唇上徘徊，正当男人要亲下去时，却被女人拦住了。只因眼前的男人是她闺蜜的心上人，可男人不管不顾，一把将女人推倒在床上。体验了一晚的席梦思，阿信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。这天，公司来了2位新同事，他瞬间满脸尴尬。原来之前公司聚会上，喝多的阿信蹲在栏杆前，尽情释放自己，刚好被路过的黑田看到。看着帅气的新同事，阿信的闺蜜有香找到他，请求帮忙追黑田。然而阿信没想到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无论他走到哪儿，黑田的目光都会紧紧跟着他。忍无可忍的阿信找到黑田，质问对方到底想干什么，却不料下一秒黑田起身，将2人身后的窗帘拉起，开始对阿信挑逗。气急败坏的阿信挣脱对方的控制，离开了休息室，而这一切都被有香看在眼里。为了抢走黑田，有香故意发消息给阿信，让他去仓库帮忙找东西，结果却看到有香和黑田抱在一起的画面。第二天，阿信还在想着黑田之前的挑逗，另一个新同事阿翔却向他发起了周末约会邀请。2人白天逛游乐园，晚上泡酒吧，期间阿翔以合照为由，直接亲了阿信，事后还发消息刺激黑田。得知此事的黑田立刻不爽了，上班时将阿信拉进会议室，按在桌上，不管对方愿不愿意，上来就是一顿亲。这一幕再次被有香和阿翔看到。为了向有香解释，阿翔下班后在楼下等对方，结果意外被路人的饮料淋湿。黑田见状，将他带回家，洗澡换衣，一套流程下来，懂的都懂。第二天，阿信从豪华大床上醒来，黑田已经不见了，桌上只留下一把房门钥匙。回到公司后，阿信有点心不在焉，他把钥匙还给黑田时，质问对方早上为啥丢下自己。没想到黑田却说他想静静。就在阿信怀疑自己是不是对方的玩物时，
阿翔突然出现，两个男人就此展开了对阿信的争夺。开会时，阿信坐在两个男人中间，左右为难。散会后，阿翔问他和黑田有没有进展，阿信羞涩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，然而阿翔却不在意，反而亲吻了他，还说黑田是个花花公子，对女生从来都是玩玩而已。阿信一脸不信，除非对方亲口告诉他。另一边，有香约见了黑田，向他表白，希望能做他的女友。明知阿信和黑田有暧昧关系，他还主动出击，自己都觉得有点绿茶。黑田对他很不屑，他知道他其实并不喜欢自己，只是享受阿信把他放在第一位的感觉。现在阿信选择了自己，他就来勾引他。黑田表示别人不要的他也不会要。阿信在寒风中没等到黑田，却等到了有香的信息。有香说他一开始并不喜欢黑田，但现在想试试，因为他从来没感受过被拒绝的屈辱，这种拒绝反而让他更兴奋，他一定要把黑田抢到手。临走前，有香还告诉阿信，黑田对他只是玩玩而已，曾经的好闺蜜竟因为一个新来的男同事闹成这样，恋爱脑真是害人不浅。为了弄清黑田的心意，阿信在楼下等到了他。末班车时间已过，黑田邀请阿信回家，刚进门，黑田就扔了一堆衣服让他换。阿信问他对自己到底是认真的还是只是玩玩，黑田稍一思索，回答玩玩，这让阿信很难过。本以为他会离开，没想到黑田洗澡时，阿信却主动进了浴室找他。接下来的事我就不多说了，你们自己看吧。经过一夜折腾，阿信醒来发现自己身上有了痕迹。这次黑田没丢下他一个人，但让他喝完咖啡就赶紧走，这让阿信很无语。他完全搞不懂这个男人到底在想什么，明明是对方主动勾引他，现在却翻脸不认人。阿信收拾东西准备走，但拿到黑田联系方式时，却露出了心满意足的微笑。回到公司，阿信干劲十足，工作上更拼了，还一直给黑田发消息，真是有点魔怔了。下班时，阿翔找到阿信，先道歉说不该强吻他，接着又表白想当备胎，这操作太卷了。听到这些的黑田突然吃醋，把阿信拉进休息室，差点就亲热起来，幸好保安巡逻路过，阿信才逃过一劫。不久前，大家去酒店参加联欢会，因为迟到，4人被安排到单独小包间，气氛有点尴尬。阿翔说想吃炸鸡，和阿信聊起吃的，黑田看不下去，直接拍桌子走人。阿信追上去，却被黑田按在墙上，说要亲他，吓得阿信直说不要，照镜子才发现被耍了。他气冲冲找黑田理论，对方却要当众亲他，还把手伸进他衣领。阿信受不了这种侮辱，直接给了黑田一耳光，质问他是不是拿他当玩物，然后就走了。阿翔追上来还包，说黑田奇实没把他当工具，只是因为怕阿信被自己抢走，他才那么做。阿翔说他不想看到两人在一起，更不想看到阿信受伤。第二天上班，领导把阿信叫到办公室，给他一份新企划，还介绍了一个自由设计师小环。两人聊得很开心，相处得很不错。但阿翔一看到小环，脸色就变了。这一幕全被有香看在眼里。下班后，有香找到阿翔，问起小环的事。一开始阿翔不想说，但有香说要告诉阿信，小环是阿翔和黑田的老熟人。阿翔立刻拦住了他，没办法隐瞒，他只好全都说出来了。原来高中时，阿翔和黑田是同学，两人一直不对付，阿翔就想抓黑田的把柄。有一天，阿翔跟踪黑田，意外发现他在酒吧和女酒保谈上意的项目，那个女酒保不是别人，正是新来的小环。听到这儿，有香心里立刻有了主意，要是前任出手，阿信和黑田的关系估计就悬了，这可真是损人不利己。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？阿信告诉有香，别小看小环，正是因为这个女人，她和黑田的人生才彻底改变了。男高中生爱上女酒保，还经常利用兼职时间和她谈上意的项目，结果被同学跟踪发现了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又看到女酒保和别的男人很亲密。当那个男人走过去的时候，阿翔惊呆了，原来那个男人竟然是阿翔的父亲。阿翔气得冲进酒吧，拿出小刀威胁父亲和小环分手，不然就伤害自己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黑田突然出现，阻止了阿翔。从那以后，小环留下一张字条就消失不见了。没想到现在他竟然以自由设计师的身份
又出现在他们面前。知道真相后，有香决定设计一场好戏。他先用领导的账号给黑田发了个开会的信息，之后有香算准时间，骗阿信出去买东西，等时间差不多了，就说自己忘了一件重要的事，提前离开了。这样一来，他就给黑田和小环留下了单独相处的时间。两人刚见面，小环就向黑田道歉，说他一直深爱着他，分别后才发现没有人比黑田更爱他。说完就上前亲了黑田。这一幕正好被买完东西回来的阿信看到，无法接受现实的阿信跑出了公司。阿翔找到他，跟他讲了黑田和小环的过去。阿信这才明白，黑田之前的行为是因为小环。趁着阿信伤心难过的时候，阿翔主动出击，把他带回了家。后面的剧情有点无聊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另一边，有香也对黑田发动了攻势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我都要把你和阿信分开，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愿意做替代品。面对主动送上门的夜宵，黑田这次没有拒绝，他把有香带回了家，两人一起探讨了人生的意义。有香找到阿信，有香把和黑田开房的事告诉了阿信，但阿信却说他不在乎，因为他已经决定和阿翔在一起了。有香觉得阿信变成这样都是自己害的，忍不住跟阿信说出了真相。原来阿信离开后，黑田拒绝了小环，也拒绝了有香自己，但阿信觉得太晚了，他只想和阿翔平淡的在一起。回去的路上，阿信为了坚定决心，决定去阿翔家等他，结果刚到门口就被黑田拦住了。阿信告诉黑田，他已经决定和阿翔在一起了，但下一秒，黑田突然开始表白，说这本来是昨天想说的话，只是出了意外，但他不会放弃。阿信却说一切都回不去了，黑田只能先稳住他，假装同意做朋友，还说要和阿信一起去阿翔家。得知这个消息的阿翔坐不住了，刚回到家就对黑田动手，但黑田赖着不走，阿翔只好拉着阿信出去开房。这操作真是离谱。第二天，黑田看着秀恩爱的两人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有时候人倒霉了，喝水都能塞牙。因为客户挑刺，黑田的工作出了点问题，有香主动过来帮忙，两人一起加班赶进度，终于顺利通过了客户的考核，这让黑田对有香放松了戒备，于是向他吐露了心里话。有香忍不住上前安慰他。另一边，阿信看着黑田和有香的关系越来越好，心里有点酸溜溜的。他整天心神不定，恍恍惚惚，终于在一天下班时不小心摔下了楼梯。看着病床上的阿信，有香想起了从前，曾经的两人是多么亲密。如今，阿信却为了一个不喜欢他的男人，搞得这么狼狈。当他看到阿信摔下楼梯时，真的害怕就此失去他。直到这一刻，他才彻底醒悟。听了有香的心里话，两人终于和好，彼此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另一边，黑田和阿翔在医院楼下相遇。阿翔责备黑田，正是因为他做了那么多让阿信困扰的事，才导致阿信心神不宁摔下楼梯。面对阿翔的指责，黑田无言以对。出院那天，小环找到阿信，诚恳地向他道歉。小环说，虽然之前他并不知情，但亲吻黑田确实是他的错，给阿信添了麻烦，他很抱歉。现在他已经放下执念，以后再也不会来打扰了。说完，他就起身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阿信叫住了小环，问他5年前离开黑田有没有后悔。小环告诉阿信，爱情这东西时机真的很重要，如果没有主动抓住，是不会有结果的。第二天，阿翔约阿信出去玩，没想到约会地点竟然是黑田。原来阿翔故意制造了这次机会，想让阿信遵从自己的内心，重新认真做一次选择，这让阿信有些不知所措。两人来到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，感慨万千，明明是一见钟情，结果却走到了今天这步田地。就在阿信打算离开时，却被黑田一把拉住，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握着他的手，以往的他们还没来得及握手，就将车开上了高速。此刻他的内心开始期盼，希望此刻的他和他一样，拥有这股喷涌而出的情感。但当黑田想起阿翔的话时，最终还是放了手。阿信失望离去，他找到阿翔讲出了自己的心声。得知阿信的选择后，阿翔没有过多挽留，而是回到家后失声痛哭起来。阿翔来到酒吧，看到独自坐着的黑田，将其狠狠揍了一顿。他把阿信的心意传达给了黑田。另一边，有香也在安慰阿信。当他们听说对方从一开始就喜欢自己后，立刻上演了俗套的偶像剧桥段，兜兜转转，最终两人还是睡在了一起，真是狗血至极。
这部剧也到此结束了。